大家好，我是黑客斯。今天呢，要介绍大家这款已经出很久的高 CP 值的机壳——乔博斯 C6 ITX。那今天刚好我有一个旧的机壳，这个肖邦银广的肖邦，然后最近公司跳电，结果跳电之后啊，它的电源就烧了，就坏了。那这种特制的机壳，它的电源是特制的。那我也懒得花时间去找跟花时间去买，因为这个你要换这种特制的电源一定很贵。那它的肖邦的机壳呢，其实我觉得它的散热实在是没有很好，因为它真的很拥挤。然后我每次要更换零件的时候都很麻烦，都要拆都不好拆，因为它的线呢全部都挤在一起，太拥挤了。所以今天趁着它的这个电源坏掉这个机会呢，我就干脆来换机壳，把它换成这个我目前觉得以价钱为前提，目前我觉得世界上这个 CP 值最高、最完美的机壳，这个乔斯伯 C6的 ITX。那这次我会把它换上这个传统的1000多块的常见的电源，一般的电源，来配合这个机壳。那我要把这台这个肖邦的小电脑呢，里面的硬体呢，全部都要移过来。我相信它的散热呢，绝对会改善非常的多。好，那这款机壳呢才900多台币，所以它没有侧透，这是有点可惜的地方。它有黑白两色，我是买白色的。视觉上呢，它其实有点大。那不含脚垫，它的三围呢是266乘202乘280，体积呢为15公升，材质呢为铁，重量呢是2.5公斤。那它4个面呢皆为这个 Mesh 网孔，其实散热一定很不错。那它4个角呢都做了斜边，比较不会撞伤。它4个角都做了斜边，比较不会撞伤。那它底部呢有一个防尘网，但是是锁在上面的。你要拆的话，要把这个脚垫呢给拆下来。那它前面面板的 I/O 部分呢，有 USB-C 5G 3.5的这个音源输出，跟5G 的 USB-A， 还有开关键。那它的机壳上面呢，可以装一个这个布的提手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实用的，让你移动电脑的时候就会变得很轻松。手边刚好有一个价钱高3倍的这个乔斯伯 T6 ITX 机壳，还没有机会拍，先拿出来给大家比较一下差异。这两个 ITX 机壳最大的差异就是用料材质 ，T6 台币3000多，C6 呢只要台币1000多。那拆面板的时候呢，我们只要把这个后面这个按钮按一下，它的上盖呢就开了。然后呢，再用手从里面去推侧板，侧板就跟着开了。所以它的拆卸呢是很简单的。主机板的部分就是支援所有的 ITX 规格的主机板。那它的散热器呢可以支援到17公分。这款 C6 呢有出这个 Micro ATX 的版本，但是那个电源压 CPU 的配置呢，我实在是不行。那电源的规格呢，支援常见的这种 ATX 的标准电源，那它也可以装 SFX 的电源。那显示卡的部分呢，它支援到25.5公分的长度的短卡，选择性还是很多的。风扇的位置就底部、后面、上面各一个这个120的风扇。那它下面这边也可以塞一个3.5寸以下的硬碟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个电源坏掉的这个迷你主机肖邦，把它的硬体呢转移过来这个新买的 C6 ITX 的机壳。我顺便买了这个乔斯伯的这个积木型的风扇，然后它很特别就是它组装的时候呢，直接这样子插上去，这样就好了，就少了很多线然后直接用这种积木型的组装方式呢，可以在机壳里面呢更好理线，然后它是 ARGB 的，然后很便宜我买3个才300多块吧，就是如果你有去淘宝掏这个乔斯伯的机壳，可以顺便省运费。
好有一台乔斯伯 Z20 的 M-ATX 的机壳，给大家比对一下跟 C6 的大小差异。好啦，我弄好了。那这个肖邦的机壳呢，换过来这个乔斯伯 C6，真的是散热大解放。我真的是觉得肖邦太热了，所以虽然它体积真的很小，但是我最后还是屈服了，把它换大一点的机壳。那未来因为我没有塔上可以示范，也没有显示卡可以示范，所以大致上呢 ，C6 ITX 的基本装机呢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散热呢，远远比这个肖邦这种迷你小主机的机壳还要好很多。好，那组这个 C6 ITX 的机壳的顺序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你一定要先把主机板装进去之后呢，才可以装电源，不然会卡住。那除非你的电源是 SFX 的小电源好，那有人也跟我一样坏肖邦的电源，然后懒得去找特规电源，直接买新的机壳来取代吗？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